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软糯小兔会分成3节课来教学，而每一节课的话呢，都会有精华总结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制作软糯小兔需要用到的材料有4股的牛奶棉、剪刀、缝合针以及11毫米的纽扣2个，还有2.5的钩针。那准备好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第一节课呢，我们会先学习做兔子的耳朵、头部以及它的脚部。主体的颜色我会选择浅灰色。整一个头部运用的都是短针的基础针法，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屏幕的笔录总结。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。第2行在第1行的基础上，每一个针目需要钩6个短针的加针。头部是规律性的加针。第3行是隔1针加1针，第4行是隔2针加1针，一直规律加针到第9行，隔7针加1针。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第9行过后加针完成后的样子。第9行过后，我们就来到中间部分。第10行到21行呢，都是保持不加不减的钩54个短针。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钩完脸部过后的效果。从第22行开始就为头部的尾端，我们要进行规律的减针，来慢慢的收口。头顶的部分我们是规律加针到隔7针加1针，那么头尾相连对应，我们收口的话也要按照7针减1针的规律进行收口。当头部慢慢收小过后，我们就要放入棉花。我们需要给头部留一定的长线，因为要用来缝合，和身体进行缝合。稍微调整一下头部的形状就完成了。完成后的头部我们先放在一边待用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开始来做兔子的腿部。钩织腿部用到的技巧，我会在后面演示给大家看。
用同样的方法勾织2个腿。腿部和头部一样的，运用的基本针法也是短针的基础针法而已。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，第2行在第1行每一个针目上面勾6个短针的加针。第3行是隔1针加1针。第4行是隔2针加1针。第5到第6行不加不减的勾24个短针。为了要突出前脚跟的位置，我们需要在第7行的正中间集中的勾6个短针的减针。腿部的第8行正中间对应第7行的6针减针，我们慢慢过渡，勾3个短针的减针。腿部的9到13行都是不加不减的勾15个短针。当腿部完成一半过后，我们需要一边勾一边加入棉花，因为腿部的顶端待会我们是需要对折进行收口的，收口过后我们就无法加入棉花了。按照笔记部分的话，我们来到腿部的第17行，在这里我们需要进行对折腿部、收口、合并勾6针的短针。留长线剪断，方便后期缝合。腿部完成过后，我们放在一边等待备用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完成兔子的耳朵部分。兔子的耳朵部分呢，需要用同样的钩织方法来钩织2片耳朵。钩织耳朵同样是用到短针的基本针法。钩织技巧请看后面的演示部分。环形起针6个短针。由于耳朵的第2行是不需要加针的，所以导致整一个织片缩小了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翻过来，再继续钩织第3行。耳朵的中部是保持不加不减的，一直钩18个短针。
来到最后一行过后呢，我们需要进行对折的收口。大家认真看一下演示。最后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节课。今天我们做的头部、腿部以及耳朵，它们用到的都是同样的针法，但因为不同的尺寸以及形态，会有针法上面的调整。加针会使织物尺寸变大，而减针会使织物尺寸变小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软糯小兔的钩织方程式是非常适合用来练习钩织的思维导图的。耳朵、头部及腿部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中间部分的话呢，它们都是保持尺寸不变的，也就是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加针以及减针。大家只要找到了规律过后呢，在钩织的过程中就不需要频繁的去看图解了。下一节课的话呢，我们再继续来完成兔子的手部、身体以及背带裤的部分。下一节课的身体部分会跟现在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样。因为加入了衣服的设计元素，所以会涉及到换色的技巧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从单色开始练习，这样子会更简单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吧，拜拜。